第9章，内德兰德的怒火。我不知道那个觉睡了多久，但想必睡了很长时间，因为它让我们彻底摆脱了疲劳。我是第一个醒来的，我的同伴们还一动不动，像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躺在角落里。我刚从那张硬邦邦的床上起来，就感到头脑清醒，思路敏捷，于是又仔细地打量起我们的囚室。室内的陈设没有任何改变，囚室依然是囚室，囚犯依然是囚犯。不过，那个仆人趁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已经把餐桌收拾干净了，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处境会立刻有所改变。我不禁认真地思考，我们是否注定要无限期地生活在这个笼子里？这个前景越发让我感到痛苦，因为尽管我的大脑已经摆脱了前一天的种种困扰，但我胸中却感到一种异样的压抑。我呼吸困难，空气非常稀薄，不足以供给我的肺部。虽然囚室还算宽敞，但很明显我们已经消耗了其中大部分的氧气。的确，每个人每小时消耗的氧气大约相当于100升空气中所含的氧气量。而这些空气在充满了几乎等量的二氧化碳之后，就变得无法呼吸了。因此，当务之急是更新我们牢房的空气，或许也包括这艘潜水船其他地方的空气。这让我不禁思考，这艘漂浮堡垒的指挥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？他是通过化学方法获取空气，比如通过加热氯酸钾来释放其中所含的氧气，并用科性钾吸收二氧化碳吗？倘若如此，他就必须与陆地保持某种联系，以获取进行此类操作所需的物质。或者，他仅仅是将空气高压储存在储气罐中，然后根据船员的需要进行分配。或许吧。又或者这种方法更舒适、更经济，因此也更可能它只是像鲸鱼一样浮出水面呼吸，补充未来24小时所需的空气。无论它采用哪种方法，在我看来，都应该尽快实施才好。事实上，我不得不加快呼吸的频率，以便从囚室里吸取那仅存的一点点氧气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带着咸味的清新气流突然扑面而来，使我精神一振。那是海风，充满活力、富含碘的气息。我张大嘴巴，肺部顿时充满了新鲜的分子。与此同时，我感到一阵摇晃，幅度不大，但可以清晰地感觉到。显然，这艘船，这个金属巨兽，刚刚像鲸鱼一样浮出水面呼吸。这艘船的通风方式就这样得到了完美的证实。我尽情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，便开始寻找那个将这股有益气流送到我们这里的管道，或者说是通气孔。我很快就找到了，在门的正上方有一个通风口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正从那里涌入，更新了囚室里污浊的空气。我正忙于观察，内德和孔塞伊几乎同时被这股清新的气流唤醒了。他们揉了揉眼睛，伸了伸胳膊，一瞬间便站了起来。先生睡得好吗？孔塞伊用他一贯的礼貌问道。非常好，孩子，我回答。你呢，内德？睡得很沉，教授。但是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我好像闻到了海风的味道。水手在这方面是不会弄错的。我把他们睡觉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加拿大人。哦，他说，这就完全解释了当那所谓的独角鲸与亚伯拉罕·林肯号相遇时我们听到的那些声音。是的，内德，那是他在呼吸。阿隆纳斯先生，我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是不是该吃晚饭了？晚饭，我亲爱的鱼叉手。不说是午饭时间吧，因为我们无疑已经到了昨天的第2天了。这说明我们睡了整整24个小时。我想是的，我回答。
我不会反驳您的，内德兰德回答。不过不管是晚饭还是午饭，只要仆人送来吃的，他都会受到欢迎。两样都要，孔塞伊说。正是如此，加拿大人回答，我们有权享用2顿饭，就我而言，我会把这2顿都吃个精光。好吧，内德，我们等等看，我回答。很明显，这些陌生人并不打算让我们饿死，否则昨晚那顿晚餐就毫无意义了。除非他们想把我们喂肥，内德反驳道。我抗议，我回答，我们并没有落入食人族的手里。1年1次也没什么坏处，加拿大人一本正经地回答。谁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很久没尝过新鲜人肉了？那样的话，像教授、他的仆人，还有我这样3个健康强壮的人。别再想这些了，内德。我对鱼叉手说，尤其不要用这些想法去激怒我们的主人，那只会让情况更糟。无论如何，我饿得要命，不管是晚饭还是午饭，这里几乎什么吃的也没有送来。内德，我们必须遵守船上的规矩。我猜想我们的肚子比厨师的钟点走得快。那我们就把肚子校准一下好了。孔塞伊平静地回答。这可真像你。孔塞伊朋友，加拿大人不耐烦地反驳道。你这个人真是没什么火气和脾气，总是那么冷静。你能在祝福餐桌之前就为食物感谢上帝，宁可饿死也不会抱怨一句。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孔塞伊问道。抱怨本身就有用，这就够了。如果这些海盗，我说海盗是出于尊重，也是为了不惹教授不高兴，因为他不愿意称他们为食人族。如果这些海盗，我说，以为他们能把我关在这个快把我憋死的笼子里，却听不到我发泄怒火时夹杂的那些咒骂，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。喂，阿隆纳斯先生，坦白说吧，您认为他们会把我们关在这个铁盒子里很久吗？说实话，兰德朋友，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。但您猜想呢？我猜想，我们偶然间得知了一个重要的秘密。那么，如果这艘潜水船的船员有兴趣保守这个秘密，而且这个秘密比3个人的生命更重要，那么我们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。反之，一旦有机会吞噬了我们的这头怪物，就会把我们送回到我们同类居住的世界。除非他们把我们编入船员队伍，就这样把我们留住，直到某一艘比亚伯拉罕·林肯号更快或更灵巧的护卫舰，内德兰德反驳道，俘获这个贼窝，然后把船员连同我们一起吊死在他的主桅杆顶上，让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。说的有理，内德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他们还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类似的建议，因此讨论到时该怎么做是徒劳的。我再说一遍，等等看，观察事态发展，什么也别做，因为我们无事可做。恰恰相反，教授鱼叉手固执地回答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。做什么，内德？逃跑。从陆地上的监狱逃跑通常都很困难，但从水下监狱逃脱，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喂，内德，您对先生的反对意见有什么看法？孔塞伊问道。我可不相信一个美国人会无话可说。鱼叉手显然有些不知所措，沉默不语。在命运将我们抛入的这种境地下，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但加拿大人有一半法国血统，内德兰德思索片刻后便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回答说：那么，阿隆纳斯先生，您猜不到那些无法逃出监狱的人应该怎么做吗？不知道，我的朋友。
很简单，他们设法继续待在里面。哎呀！孔塞伊惊呼道，待在里面总比待在上面或下面强。但是在赶走狱卒和看守之后，内德兰德补充道：什么，内德？您真的打算夺取这艘船吗？非常认真，加拿大人回答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也许会出现有利的时机，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抓住它。如果这艘机器上只有20个人，我不认为他们能下注2个法国人和1个加拿大人。与其与鱼叉手争论，不如接受他的提议。于是我只回答说：让事态发展下去，我们再看。在此之前，我请求您克制一下。我们只能智取，发脾气是不会创造有利时机的。那么，请向我保证，您会接受现状，不会失去冷静。我向您保证，教授，内德兰德用一种不太令人安心的语气回答，我绝不会说一句粗暴的话，也绝不会有任何粗鲁的举动，即使这里的餐饮服务不尽如人意。我记住你的话了，内德。谈话就此中断，我们各自陷入沉思。我必须承认，尽管鱼叉手做出了承诺，我却并不抱太大希望。我不相信内德兰德所说的那些有利时机。要如此灵巧地操纵这艘潜水船，需要一支相当庞大的船员队伍。因此，一旦发生冲突，我们将面对强大的敌人。此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自由，而我们并不自由。我看不出有任何办法能逃离这个密封的金属球室。而且，如果这艘船的古怪船长有一个秘密需要保守，这似乎很有可能，他绝不会让我们在他的船上自由行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是会残忍地除掉我们，还是有一天会把我们扔到地球的某个角落？所有这些假设，在我看来都极有可能，只有鱼叉手才会想到要重获自由。另一方面，我明白内德兰德的想法，随着他脑海中翻腾的思绪而变得越来越阴郁。我能听到他喉咙深处渐渐酝酿的咒骂声。我看到他的举止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。他站起身，像一头困在笼中的野兽一样踱来踱去，用拳头和脚捶打着墙壁。此外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饥饿感变得越来越强烈，而这次仆人却没有出现。如果他们真的对我们怀有善意，那么把我们这些遇难者遗忘这么久也太不应该了。内德兰德被他那强壮的胃的阵阵绞痛折磨着，变得越来越愤怒。尽管他向我做出了保证，我还是担心他会在某个船员面前爆发出来。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，内德兰德的怒火愈演愈烈，加拿大人大喊大叫，但都无济于事。金属墙壁像聋了一样，毫无反应。船内听不到任何声响，仿佛死一般沉寂。船也没有移动，因为我很清楚，如果螺旋桨在转动，我一定能感觉到船体的震动。它无疑是潜伏在深海之中，已经不属于陆地了。这阴沉的寂静令人恐惧。我不敢想象，我们在这间囚室里被遗弃、被隔绝的状况会持续多久。与船长会面后，我所抱有的希望正一点点地破灭。那个人眼神中的温柔，他面容上慷慨的表情，他高贵的仪态，都从我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。我重新审视那个神秘的人物，他必然是冷酷无情、残忍至极的。我感到他游离于人性之外，对任何怜悯之情都无动于衷，是他同类的死敌，对他们必定怀有不共戴天之仇。难道这个人真的会让我们饿死在这狭窄的囚室里，任凭我们遭受饥饿带来的可怕诱惑的折磨吗？这个可怕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变得异常强烈，我也成了想象力的牺牲品，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，
袭上心头。孔赛伊依然平静，而内德兰德则在咆哮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响动，金属地板上传来脚步声，门锁被打开，门开了，那个仆人出现了。还没等我来得及阻止，加拿大人便扑向那个不幸的人，将他打倒在地，掐住了他的喉咙。仆人在他强有力的手下几乎窒息。孔赛伊试图从鱼叉手手中救下那个快要窒息的受害者，我正准备上前帮忙，突然，我听到以下用法语说出的话，顿时愣住了。冷静点，兰德先生，还有您，教授，请听我说。